大家好，我是微庄主。最近2年呢，黄金应该是全球大类资产当中表现得最好的资产之一哈。那最近呢，黄金在经历了快速上涨之后，产生了比较大的波动。那我相信呢，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担心，说黄金会不会迎来了大级别的顶点拐点啊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去讨论如何判断黄金的大级别的顶点。那我们呢会去复盘过去金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3次系统性的大级别的冲顶哈，然后呢我们也会去分析本轮的顶部的可能性它会怎么产生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呢，请你帮我随手点一个心或者一个赞哈，我会继续加油录制视频。当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呢，其实呢从1970年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，它一共产生了3次系统性的大的拐点，在大幅度的上涨之后回撤40%以上，这是第一个拐点哈。大幅度的上涨之后回撤40%以上，这是第二个。然后是2010年这10年牛市，这是第3个哈。那么呢，我把这3次系统性的上涨，然后终结，它是如何终结的，总结到了一个这样的表格当中。大家可以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，回来这个图里面再自己看一下。那么呢，我们先直接走到细节，就是第一轮看，第一轮是1971年到1974年。这一轮黄金牛市是怎么产生的？它是由商品通胀产生的。什么意思哈？我们说呢，第一次石油战争呢导致了通胀的大幅度上行，就是什么都贵哈。那我们看这个石油价格直接往上走，带动着整个美国的 CPI 它的通胀往上走。同时呢，它又叠加了当时1970年的时候美元脱钩了黄金哈，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建立石油美元系统，对吧？那它脱钩黄金之后，它不再跟黄金的价格挂钩了，那么它的信用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那么在它建立石油美元之前，在它脱钩黄金之后的那一段时间，它的信用是很低的，是受到了冲击的，对吧？那么通胀加上美元的信用，大家不再相信美元。怎么来看它不再相信美元呢？看，除了英美之外，全球的央行都在增持黄金。为什么？大家不信任美元。所以呢，石油战争导致的通胀，再加上美元的信用的下降，产生了这第一轮的大幅度的黄金的暴涨。那它怎么终结的呢？它是由通胀跟信用来产生的，对吗？那终结也是从通胀跟信用下手。当石油美元系统建立之后，也就是说交易石油的时候，全球的石油大部分是由美元来进行结算，那么美元的信用重塑了。同时当美元跟石油挂钩的时候，石油的价格也稳定了，通胀跟信用全都解决了。于是乎怎么样？通胀也下来了，然后金价也跟着下来了。这就是第一轮的这个市场拐点的产生。那我们再看第二轮它是怎么产生的。1976年到1980年这一轮也是由通胀来的，但是还不太一样哈。在这一次蓝色这个线的大幅度通胀上行呢，前半段呢是由美国的个人薪资，也就是说服务业工资高，对吧？那么服务业的这个价格就很高。后面这一部分是怎么产生？是第二次石油战争，第二次的石油危机主导的。那就是说呢，刚开始是服务性的通胀，然后后面呢再加上商品、实物商品的通胀，接力它，让整个美国这个 CPI 大幅度的上行。当时这个 CPI 非常非常高，最后它这个带动了黄金大幅度上行。最后它是怎么终结的呢？当时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的紧缩货币多种货币政策相结合，把整个的通胀压下去。但是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经济的衰退我们可以看当时的这个利率，当时的利率已经达到了高的时候，已经达到了20%多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当你把钱存到银行，你拿到的利率是20%，很高很高，对吧？最后是什么呢？是在这样的一个紧缩货币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 GDP 跟
PMI 哈，就是美国的实业实体经济是产生了很大的衰退，所以它是以这个经济衰退为代价，然后紧缩货币来控制这个高通胀。我们看当时这个通胀被控制了之后，通胀一终结，黄金的价格也就终结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前2轮挺像的，基本上呢都是由通胀上涨产生的，只是第一轮呢是商品价格的上涨，第2轮呢是先服务行业的价格上涨，然后随后呢是商品价格上涨接力，总之就是由通胀上涨引起的，同时再加上美元的信用哈。那么第一轮是怎么终结的呢？是石油美元系统的建立，它把美元的信用给提升了，对吧？我们说黄金呢，当他不信任美元的时候，他就会去买黄金，对吧？好，那他信用提升了，然后呢，同时呢，通胀也打下来了，终结了通胀，于是金价大幅度上涨就结束了。那第2轮呢，是由大幅度的货币紧缩来终结的。那我们再看第3轮哈，第3轮呢是2001年到2012年哈，当时是金价的10年牛市。这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一轮不太一样哈，这一轮没有什么通胀，我们说石油美元呢还一直比较稳定，所以说呢商品通胀是稳定的，因为这个系统还在。那么呢同时呢美国的制造业呢逐渐的到了海外去，到了我们中国，到了其他的国家，那整体的美国的制造业由其他国家来完成，然后主要的人，这些人都跑到了服务业去工作，那么服务业的供给就变多了，所以服务业的价格也是比较稳定的。那么不管是商品价格还是服务业的价格，在美国都是比较稳定的。那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黄金10年牛市呢？我们说呢，当制造业外迁的时候，美国就会有很多人，很多底层的人失业了，所以财政就需要大幅度的去补贴底层的这些人民。我们就可以看到哈，看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深蓝色的这个杠杆率是大幅度上升的，军民部门是浅蓝色是下降的，红色呢是企业是公司哈是比较平稳的。但是呢从2001年开始，整个的财政的杠杆，就是政府的债务是越来越大了。如果我们把政府想象成一个人的话，你欠债越多，你信用就越，我们前面也知道了，当美元信用下降的时候怎么样，就会利好黄金，因为黄金是1000年货币嘛。同时呢2次的危机哈，一次是互联网泡沫，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大幅度的进行放水，利率下降，那么也催生了黄金的牛市。所以呢那一次的牛市不是由通胀产生的，是由财政赤字加上货币宽松来产生的。那它什么时候终结的呢？大家看哈，这是1980年之后，金价跟美国财政赤字就是高度相关了。在这个时候终结，是当时奥巴马连任之后大幅度的缩减财政赤字，财政赤字往下走的时候，金价就跟着往下走了。那么好了，3轮呢我们都讨论完了，前2轮呢是由通胀引起的哈，那第3轮呢是由这个美元的信用，本质上就是财政赤字，其实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的信用下降，美国政府就代表着美元嘛。第3轮是由信用产生的。那我们看这一轮呢，这一轮市场呢，我们可以分3段，我们会发现说，上涨下跌又上涨哈，这是金价。那么前面2轮呢，它还跟实际利率比较高相关性，对吧？到后面它就不再相关了，说明这个实际利率呢在这一轮当中并不是决定黄金价格的主要因素。那我们看它跟什么高度相关啊？这是美国的财政赤字，看它跟财政赤字高度相关，看到了吗？大幅度上涨，大幅度上涨。那么如果说这一轮系统性的牛市最后它的由来是由财政赤字的话，那么也应该由财政赤字来终结，对吧？我们看这个美元信用，财政赤字的上涨代表着美元信用的下降。我们说美元信用的下降可以由什么来看？可以由其他国家购买黄金来看，对，大家不再信用美元了，减少持有美债，就去买黄金。
看啊，从2023年以中国为首的这些国家大幅度的开始增加黄金的储备，也就是说美元相对来说，也就是美元的信用下降。好，那我们说呢，那本轮的终结呢，本质上应该是财政赤字的终结加上通胀的终结哈。那大家也都知道，美国的通胀呢挺高的哈，现在控制的还可以。那我们讲呢说呢，在这一次降息之后，通胀还有2次往上走的可能性。为什么这么讲哈？我们看以前啊，在1970年代，看这个 CPI 同比跟 M2 同比， M2 只要货币一往上走，马上 CPI 就起来，看到吗？所以说呢，当时这个 M2 当 M2 提高了之后，通胀马上就上来了，看到吗？因为它是滞后的。好 ，M2 在高位的时候，通胀马上后面就起来了。好，所以它后面又开始把 M2 降下来，因为通胀很快就上去。所以呢，美国呢是有2次通胀的风险的哈，尤其是现在降息之后，在这一轮降息之后，我们可以再继续观察。那我们讲说呢，在康波周期后面的这10年的萧条期，有可能是高通胀跟高利率同时产生，它同时存在。那我们看有没有可能特朗普上去之后呢，就终结了财政的赤字哈？我们说本轮最主要的这个症结就是财政赤字哈。我们看呢，我们根据特朗普的这个政策，未来的1年呢，将导致美国的基本赤字增加1000多亿。好，那未来10年呢，就是将近6000亿。好，我们说呢，在康波周期的萧条期，大型的政府赤字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征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贫富差距非常大，需要用财政的方法来降低贫富差距，来增加社会的稳定性。当你财政赤字非常大的时候，首先你的利息支出是很高的哈。大家看这个利息支出占比，这个美国已经达到了10%几，非常非常高的利息哈。那么这个利息越来越高，怎么来处理呢？发行国债，对吧？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财政货币化，它发行国债，然后美联储去购买，等于把钱放出来，最后又会引发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怎么办？加息，利率上行，货币紧缩，对吗？在一个利率上行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股跟债是同时下跌的，而通货膨胀是利好黄金的哈。所以呢，如果长期关注我的朋友呢，应该听我反复的唠叨，在康波周期的后面的萧条，未来的10年，这10年手里一定要有黄金的。目前呢，美元还是很顽强哈，黄金的行情呢，它并不是一日之功，它不会直线上去，没有任何的波动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要有我们的策略。那在圈子的朋友呢，可以看我们的黄金的短期数据。我们说做长逆短，当短期数据到底部的时候，你再进去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持有的话要耐心。好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欢迎给我留言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，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哈，鼓励我一下，那我也能知道什么样的内容适合准备给大家听。更多投资策略分享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微庄主低策略圈”。